大家好，我是法山。今天这条视頻呢，我想和朋友們從法律層面討論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還要縱容小作文多久？聊到這個話題是因為最近其實出了不少有關小作文出動後事情反轉的案例，比如早先的某網紅為了達到與原 MCN 解約的目的，在微信群裡面大聲密謀，虛構了公司負責人對其性騷擾的這個事情。後經法院認定其發布的內容缺乏事實依據降低了社會公眾對公司的社會評價，損害了公司商譽，就應承擔賠禮道歉並賠償5萬元的損失。我看了一下，這個案子是2020年11月發生的，如今2年多已經過去了。2年過去以後法院最終的賠償只是5萬塊，並且我們不僅要想，如果本案那個微信群裡面沒人站出來提供有關微信聊天記錄的證據，那這起因小作文而起的案件結果會不會又不一樣呢？而最近也有一名張某因懷疑地鐵裡的農民工大叔偷拍自己，就強行看了大叔的手機，即使確定了其沒有偷拍以後，也發文直斥農民工是猥瑣男。如今事情反轉那名大叔可算是得到清白了。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這位張某沒有把檢查其手機發現他並未偷拍的那個視頻的片段發出來，然後他就在網上大聲指控大叔就是偷拍了他，情況又會不會不一樣呢？所以我們回到片頭的問題我們還要縱容小作文多久？我們先下個定義什麼叫小作文？今天我所批評的小作文在本視頻中指的就是任何聲討對象非常明確但缺乏證據的公開指控。所以不僅僅是文字，符合定義的圖片、視頻等也在我所說的小作文的概念內。在這類指控中小作文創作者普遍會採取添油加醋乃至於捏造事實等不合法的方式，煽動公眾對被指控方的聲討，進而實現其通過合法的途徑難以實現的目的。此類小作文通常有2大特點。第一大特點就是沒有證據，文章可能寫得絲絲入扣，文采斐然，但一要證據要麼沒有，要麼捕風捉影。第二大特點是煽動性極強，寫作者在寫小作文的時候，內心是非常清楚並且非常期待它可能引發的輿論反應的。而毋庸諱言雖然我批評一切領域的小作文，但這樣的小作文往往多集中於兩性話題當中，比如一方指控另一方性騷擾、猥褻等等。其中在這些領域不是沒有原因。第一是性這個字自帶流量且自帶道德評價，尤其是在我們這個魯迅先生筆下一件短袖子立刻就想到白胳膊的社會，所有與性有關的話題都是吸睛的話題。第二是關於性的一切行為天然帶有隱秘性，難以形成證據，缺乏證據，那作者的發揮空間肯定就大了。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小作文呢？因為小作文的上述特點就決定了，在小作文事件發生以後，只有小作文作者自己會獲利，除了他本人以外，長遠來看，整個社會的法治精神乃至於輿論氛圍都會因為小作文受到極大的傷害。首先，小作文會對法治精神造成傷害。什麼是法治精神呢？有一句很簡單，大家也都聽過的話，叫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什麼是法律意義上的事實呢？有證據證明才能叫事實，而證據該由誰來提供呢？但凡對訴訟法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除了特定的情況下舉證責任導致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中誰主張誰舉證這6個字就是6字鐵律。小作文的出現破壞了這一基本的舉證規則，而這首先就會造成6字吃了幾碗粉的困境。是一方着文指控，看客紛紛轉發，事情死無對證，輿論口誅筆伐，被指控者在一方公開的聲討下，將不得不出現剖腹驗粉的困境。但要是肚子裡真有粉也就罷了，看客摸摸下巴，做了秀善，你雖奄奄一息，但好歹也證明了有關的事實。可你如何證明無中生有的事情沒有發生呢？比如，如果一個以前非常討厭你的同學突然站出來指控你10年前性騷擾了他，你該怎麼證明你沒有呢？在正常的舉證規則下，有人指責你性騷擾，應該由指控人舉證。可在小作文下的現實輿論環境中事情卻會變成有人指控你性騷擾，在輿論壓力下，你不得不自證沒有。如果無法自證，那你就是性騷擾了。請問這公平嗎？如果我們允許此類舉證責任導致的情況發生，那我們每個人都將隨時有可能被網暴、被千夫所指、被萬人唾罵。比如說，你身邊有沒有一個不對付的同事呢？你過往的人生中有沒有和誰有過過節呢？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寫小作文說你性騷擾，說你猥褻，說你校園霸凌，怎麼辦呢？又比如一名異性追求你，你沒有同意，或者你和他分手，他不答應你沒有滿足他的需求和要求，然後他就說你性侵，怎麼辦呢？如果你允許小作文存在，那你就沒辦法，你只能自證。你自證不了，你就是有罪。指控是簡單的，自證是困難的，逼人自證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
然後你還會發現，在這樣的舉證規則下，整個社會就都會開始比爛，因為越是沒有底線的人將越獲得勝利。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開始意識到自己可以通過撒謊和蠻橫來獲利了。我相信只要你是一個有着正常的家庭教育的人，你的家長應該都會從小教你要誠實。也正是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都被教育要誠實，所以當我們撒謊的時候，我們很多人會臉紅；當我們身邊出現一個不誠實的人的時候，我們會對其喪失信任。也所以當我們身邊有人聲色俱厲地指控另一個人時，我們会天然的首先選擇相信。這份相信會讓不誠實的人鑽空子。當有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對另一方進行公開指控時，無論如何他們就都已經傷害了原本崇尚誠實的社會氛圍。因為如果事情沒有發生，那他們是無中生有，既構成了對被指控人的巨大傷害，還構成了對公眾情感的利用和消費。而如果事情的確發生了，但他們又沒有證據，空口聲討，那客觀上引發的輿論的巨大爭議也會造成和加劇社會的不安。原因很簡單，就在於你沒有證據。如果一個社會允許沒有證據的人獲得與有證據同等甚至更大的利益，那客觀上出現的局面就是事實本身已經變得不再重要。當事實不再重要的時候，具體到我們每個人做過什麼沒做過什麼也就不再重要了。運氣很重要。什麼叫運氣呢？就是你不要遇到一個爛人。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當事實也不再重要時，會撒謊就會變得很重要。因為只要你演得足夠逼真，你哭得足夠大聲，你文采足夠斐然，你就能贏得公眾的同情與支持，你就能贏得勝利。是在比爛的社會裡，越沒底線的人就越能贏得勝利。這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欺負老實人的社會。而更重要的是，這會給社會正常人際交往帶來深刻的傷害，人和人之間彼此信任将較以前變得更加艱難。因為你会發現如果我們活在一個鼓勵小作文的社會，如果我們活在一個有人指控我就必須自證的社會，那在人與人的交往中但凡有正常知識的人都會基於自保留一手。聊天要謹慎，說話要錄音，沒有一個10年的交情，我都不敢跟你喝酒，因為要是我酒後神志不清，給你寫小作文提供素材了，又怎麼辦呢？所以問題來了，如果我們沒有證據，我們是不是就只能忍氣吞聲？我的建議是如果没有證据，你就收集證據，誰主張誰舉證，在這個框架內，即使是性騷擾，也不能因為其隱秘性就得到特殊的對待。這時肯定有朋友說了，樊然叔，你之前好像打了一個辯論，你還支持在性騷擾案中讓被告自證清白。需要強調2點第一，持方呢是我抽到的，並非個人立場，而在司法實踐中呢，誰主張誰舉證是法律界的一大共識。第二，即使是這個持方如果你認真看了該辯論，也會發現我也堅持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大原則。這時有人可能會問性騷擾就是沒有證據能怎麼辦呢？我的回答是，不是沒有，是你自己並沒有去真正認真的取證。清華學姐那個例子大家還記得嗎？女方當事人在發文聲討的時候，為什麼自己不先去調取一下監控看一看呢？如果他看了，他是不是就不會寫小作文了呢？阿里性侵案那個例子大家還記得嗎？事後警方一查，證據也是一抓一大把。天網工程，公共場合现在到處都是監控，你真要找證據，難度相較於以前是大大降低了的。而即使不是在公共場合，是在隱蔽場所，如果事發時沒有證據，事後你能不能通過微信聊天記錄從對方嘴裡套出自認呢？具體到性騷擾案，你會發現都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但性騷擾指控是少見的法律層面的輕微指控，但道德層面的嚴重指控。當一方被認定存在性騷擾，在當下環境下，他將注定陷入道德層面的極低評價，短時間內抬不起頭，都是簡单的重則丟工作，且長期被扣上性侵者的標籤。在此情況下，如果法律還不在認定事實進行法律評價時保持最基本的審慎，那法律本身就會成為流氓的幫兇。我反對任何沒有證據的公開指控，我主張的是一切指控一切指責都應在合法合理有證據的前提下進行，因為輿論的大浪是如此的无情。當一份小作文將其高高揚起時，大浪只會興高采烈地對着被指控方狠狠拍下，然後意猶未盡地緩緩退去。至於被指控方到底因這場海嘯受了多大的傷害，不重要的，對大浪中的無數水滴來說則更是不重要。大浪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大浪只會選擇性地忘記自己做過什麼，或者瞪大看似正義感十足的眼睛問，難道你就沒有一點錯嗎？是雖然地鐵大叔就是沒有偷拍，但地鐵大叔難道就沒有一點錯嗎？他為什麼要蹲着呢？他為什麼要長得讓我覺得如此猥瑣呢？不該這樣的。如果你沒有證據，那麼被指控方就是沒有一點錯，錯的是你，你會遭到反噬的。我們要反對一切沒有任何證據的公開指控，因為這樣的指控只會縱容更多矛盾與惡的發生。
而屏幕前的你，如果你不希望活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如果你想在生活中多哪怕那麼最小的一點安全感，就請通過點讚、轉發和關注本視頻的方式傳遞法治精神，傳遞最為基本的誰主張誰舉證的法治原則，更不要在生活中做圍着質疑六子吃了幾碗粉的看客。因為這個社會是由我們每一個具體的人組成的，是我們每個人的選擇塑造着我們正在經歷並將長期生活着的這一切。不要讓這個社會變成我們討厭的樣子。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